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否有容易患病的血型这个课题。相信许多人都喜欢讨论与血型相关的话题。比如说，世界上有一种说法是血型与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联。A 型血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认真且细心的性格 ，B 型血的人则是自由且任性，并充满好奇心。而 O 型血的人则大大咧咧，不太在乎细节。血型占卜也非常受欢迎。虽然我个人不是很相信血型占卜，但这次的课题是关于血型是否与疾病易感性有关。从结论来看，非常令人惊讶。对于某些疾病来说，血型确实可能影响其易感性，这并不是迷信，而是有科学研究作为依据的。通过血型研究人们的疾病易感性是一个有趣的课题，特别是在2型糖尿病这种全球范围内患者逐年增加的疾病中，探讨不同血型的风险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在法国进行了一项长期研究，从1990年开始，直到2008年结束，历时18年，涉及了82104名女性。这项研究专注于分析血型与2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。研究结果揭示了血型对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显著影响。研究表明 ，O 型血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最低。这一发现为 O 型血的女性带来了好消息，她们相对于其他血型的女性，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。然而，研究结果也显示 ，B 型血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最高。具体数据显示 ，A 型血的女性比 O 型血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10%，而 B 型血的女性则高出21%。也就是说，与 O 型血的人相比 ，A 型血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1.1倍，而 B 型血的人则是1.21倍。不同血型的女性在糖尿病发病风险上存在明显差异。研究人员指出，这些结果强烈支持血型与糖尿病风险之间的关系。O 型血的参与者在这项研究中的表现较为优越，说明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具有保护作用。研究人员建议，未来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血型对糖尿病的具体影响，以便更好地理解为什么 O 型血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，并可能为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。总的来说，这项研究不仅增加了我们对2型糖尿病风险因素的了解，也提示我们血型在健康管理中的潜在作用。未来的研究有望揭示更多关于血型与糖尿病之间复杂关系的细节，帮助我们在预防和治疗糖尿病方面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。当然，虽然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关血型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有趣见解，但我们不能100%得出结论。然而，这项研究确实提示血型可能对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产生一定影响。因此，关于血型是否影响疾病易感性的问题，针对2型糖尿病的回答是 ：O 型血的风险最低，而 B 型血的风险最高。既然我们谈到了2型糖尿病，接下来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类糖尿病的重要知识。2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，通常我们提到的糖尿病就是指的这种类型。这种疾病的发病与遗传因素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，主要表现为血液中的葡萄糖、血糖水平高于正常值。2型糖尿病的早期阶段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，但如果血糖水平长期偏高，会逐渐损害全身的血管和神经，最终可能导致各种并发症。因此，预防2型糖尿病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以下是一些可能增加2型糖尿病风险的因素，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特征：1、体重过重；2、久坐的生活方式；3、摄入高度加工食品。首先是第一个风险因素，体重过重，这也是最主要的风险因素。如果您目前超重且没有采取控制体重的措施，很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抵抗。胰岛素抵抗是指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，胰岛素的作用降低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
胰腺会过度分泌胰岛素，如此长期以来，胰腺就会疲劳，最终其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下降，最终引发糖尿病。因此，如果你有超重的情况，请尽量避免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甜食的量，定期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以改善体重过重的问题。接下来是第二个风险因素，久坐的生活方式。无论是周末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还是平日从事久坐的办公室工作，这些都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为了减少这种风险，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增加身体的活动，定期运动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减轻胰腺的负担，保持胰腺的健康。接下来是第三个风险因素，摄入高度加工食品。高度加工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和精致碳水化合物，但缺乏必要的营养素。摄入这些食品会导致体重的增加，进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建议多摄入富含营养的食品，如蔬菜、水果和全谷物，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，减少食欲过旺的情况。总的来说，虽然研究表明血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。血型仅是影响2型糖尿病风险的众多因素之一，更为关键的还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保持健康的饮食、规律的运动、控制体重、良好的睡眠和有效的压力管理，都是预防和管理糖尿病的重要措施，对预防和管理2型糖尿病至关重要。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管理，我们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，从而获得健康的体魄。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，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